这些天的天气是特别的热，今天更是到了30度。我这些菜花都该摘下来了，如果再不摘的话，就都长老了，就浪费可惜了。看看这些菜花长的，每一颗菜花长得都是特别的个大。看看这一颗，摘下来足够我们吃2、3顿了。这些菜长成熟了之后，就怕天气热，就得及时的摘下来。可是因为它们的个头实在是太大了，摘下来之后也没有地方放，有时候还是挺矛盾的。你像这种就基本上已经到了生长的极限了，上面的小花都已经快抽出来了。如果再不摘的话，可能口感就不好了，就没法吃了。我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种了8、9棵的花菜，数量也不是很多。像这2棵花菜中间是早的时候被拔掉的，大概这批花菜已经吃了好几周了。这一个是直接把它从中间这个地方给割下来的，还有这儿有一个空缺，这儿也是给拔下来的。这棵花菜的旁边还有一棵小一点的，这一棵小点的，看样子应该还能坚持一阵子。等到我把大一些的这一个给收掉之后，这块的空间会稍微大一些，它还应该能够再长长。看看这里边，旁边是一棵巨大的鸽茬茴香，所以有点挡它们的光了。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种这种大型的花菜，大概就是给它们留30到40厘米的间距就可以了。留太大的话浪费空间，留太小的话就有点太挤了，生长不会特别好。我还是赶紧把这2棵已经长成熟了的菜花给它摘下来。摘下来之后，回头再到屋里边、冰箱里边找地方放吧。看看一大颗，这一颗也给它拔下来。哇，2大颗。菜花有好多名字，也叫花菜、花椰菜，不知道你们那个地方管它叫什么。这儿不小心给碰掉了一个小花。像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，种起来都还算是比较简单。春天、秋天可以种2季。春天的时候，一般我是在2、3月份育苗，大概是苗龄5周左右就可以移栽出去了。这种菜是属于半耐寒的，其实还是比较耐寒。如果天气还是比较冷的话，可以拿无纺布之类的给它保护一下，这样的话早期长得更好一些。另外就是移栽的时候，给它多加一些底肥，比如说鸡粪肥、有机复合肥什么的。这样的话，在它整个生长过程中，肥力基本上就够了。后边像我这一批都是没有追过肥的。如果你是早期给它基肥、底肥给的不是特别充足的话，那么等苗长起来之后，还是尽可能的给它一次追肥，这样的话才能有充足的肥力，让它的花菜的头长得特别的大。我的这批菜花大概是在3月底、4月初的时候移栽过来的，移栽后等了有2个月的时间。菜花就可以吃了。我在5月底、6月初的时候就开始陆续的吃了。目前吃上菜花已经有2周了。其实菜花和甘蓝、白菜、萝卜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，在秋天的时候种植会更容易、更好一些。因为秋天天气是慢慢的变冷的，不像春天天气慢慢变热，变热就会开花。变冷的话，因为这些菜比较耐寒，把它放在地里边可以持续的收获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就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存储这些菜了。秋天的话，如果这些菜种的不是特别多，就可以慢慢的吃，边拔边吃，随时都能吃到最新鲜的菜花。我把它拿走，叶子和根去一去，把菜花就拿回去储存了。这片地方好好的清理一下，还是能够腾出一部分空间的，到时候可以种一些耐热的蔬菜。拿上一把剪刀，我来把这些菜给收拾一下。把菜花的头剪下来，收起来。这个叶子和根就不要了。这颗也是，把菜花的头剪下来。哇，哎呀，好大一个。边上这些叶子也没必要要了，给它扒下来。
这2棵菜花，如果我是在早4、5天的时候收，它整个上边是比较平一些的，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凸起，而且从颜色上，不管是雪白色还是那种淡淡的黄色的品种，它整个颜色是比较一致的，不像现在它的颜色已经没有那么的美观了。不过4、5天前摘下来的那一颗大菜花，现在还没吃完呢，有一小部分还在冰箱里面放着。这2个我估计可能我们也要花挺长时间才能给它吃光。今天回去就先炒上半颗吧。刚才一直说的都是菜花，还有十字花科的这些蔬菜怎么样的好种，春天、秋天都可以种。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挑战的，最主要的就是菜青虫。我来摘一个叶子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像这些叶片上都是有这种洞的，这些其实就是菜青虫的痕迹。有的朋友种的比较少，像菜青虫这种，他会去手动捉虫。手动捉虫还是比较麻烦的，你也检查每一个叶片，而且菜青虫在这些绿色的叶子里伪装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好多时候可能比较大的虫子你看出来了，把它拿走了，它里面还会有很小的小虫子，过2天又长大了。靠手动的办法是相当的难控制的。我之前也有视频介绍过怎么样用有机的方法来杀灭毛毛虫、菜青虫之类的，大家可以翻开来看一看。这里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多杀菌素和 BT 这类的生物杀虫剂，这种都是有机的，而且都是用生物的方式杀灭毛毛虫、菜青虫的，对人畜基本上都是无害的。多杀菌素的效果要比 BT 明显一些，而且也更持久一些。像我这一批菜花，我发现有菜青虫痕迹的时候，就去调制一些多杀菌素，稍微给它喷上1次，后边就再也不用担心菜青虫的危害了，直到最后把这些菜花都收获了。大家如果是在种这些十字花科蔬菜的时候有毛毛虫、菜青虫的困扰，也可以试试多杀菌素还有 BT 这样的方案，效果还是挺好的。我把这些菜叶子就扔给鸡鸭了，看看这些鸡鸭对菜花的叶子还是挺感兴趣的，非常喜欢吃。除了菜花，我这还有10几棵的牛心甘蓝，现在长得也是挺不错的。我们已经拔下来吃了一部分了。牛心甘蓝要更耐储存一些，把它们摘下来放在室内也可以放一阵子。咱们来看看这一颗，捏一捏，手感上已经是相当的瓷实了，说明已经完全成熟了。我这些天就得把它们给采收了。天一热，它们也是会迅速的抽苔，品质就不好了。这一批种植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密的，间隔也就是在30厘米左右。我还是拔下了一颗吧，突然想吃一个炒手撕包菜了。还是把根儿给剪下来。哎呦！把外边的老叶子，还有被虫咬出洞的叶子，也给它都给剥下来。这里边表层的叶子还是有点虫害的，不过这种东西没关系，扒下来一层就是了。把叶子继续丢给鸡。刚才已经提到过了，像十字花科的这些蔬菜都是春天可以种，但是秋天的时候种植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。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秋天的时候，它长的个头明显会要大很多。忘记拿筐了，2只手都快抱不动了。这些菜又能吃好久了。